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下的疑问：有钱人的思维逻辑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富人赚钱的方法以及理财的思维是什么？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学习了富人的思维逻辑，还是不能达到财富自由？到底是富人有所保留，还是穷人有所误解呢？有什么富人的核心思维是一定要懂的？改变了思考方式就能变成富翁吗？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将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富人的思维逻辑。我会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帮助大家吸收富人的思考方式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说明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那么富人跟穷人的思维差异在哪里？第一，穷人用时间换钱，穷人认为工作时间越多，财富越多；富人则是用钱买穷人的时间，借此来赚更多的钱。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观念，他们被老一辈的人教导财富与投入的时间是成正比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用时间去换钱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这种看似优良的传统美德观念，却在不知不觉间侵略我们的大脑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以为用劳力换钱才是正确的，赚血和钱才是值得骄傲的，让我们把辛苦工作看作是人生的骄傲，认为为了赚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而富人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只关心有没有赚到钱。他们懂得用头脑赚钱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天赋，有策略的去做事情，把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最大的利润上。第二，了解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当你拥有某样东西时，每个月能把钱放进口袋里的就是资产；当你拥有某样东西时，每个月会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的就是负债。简单来说，资产就是能为你带来收入的，而负债就是让你支出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买了一间房子，但是你拿来自住，每个月要缴房贷，那这个房子就是你的负债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把这房子拿去出租，每月租金大于房贷，那这个房子就是你的资产。所以同一样物品，用途不一样，结果也会不一样。再举个例子，我买一台车，如果只是为了炫耀，那就是负债。我买一台车，让更多人相信我，愿意跟我合作签单做生意，或我买了一台车拿去开 Uber， 那就是资产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，跟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关系，是跟你的使用方式有关。你会使用都是资产，你不会使用那都是负债。像我自己最喜欢的资产就是房地产，因为这不但有稳定的回报，而且还会升值。这些资产会随着时间跟复利的威力慢慢变得越来越多，就像是滚雪球一样。其实建立资产就是建立所谓的被动收入，让钱去生钱，这就是让金钱为你工作的意思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这些资产也能够为你增加收入。所以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自己手上是资产多还是负债多。看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会问，那如果我买不起房子呢？是不是就无法建立资产了？其实还是有方法的，去当二房东，或是去上个课，取个证照，去做包租代管也是可以的。大家可以回顾我之前的这支影片，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方法。第三，富爸爸的 ESBI 4个象限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第一，员工就是所谓的上班族，给老板打工的，一天工作8个小时，拿着固定的薪资。一般人以为这是最稳定的，殊不知这才是风险最大的，因为老板哪天说裁员就裁员，你的去留决定在别人手上。第二，自雇人士就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，他们自己出来创业或做生意，比如医生啊、律师、摊贩老板等等。这两类人的特质赚的就是主动收入，他们需要自己投入进去工作的，属于象限的左侧。那么第三，企业家，富人会创立公司并建立自动化营运的系统，然后雇员工去运作这个系统，帮富人赚钱。最后第四，投资家，富人会把钱投资到市场里面，让这些钱去帮他们赚钱，譬如买资产。第三跟第四类人在象限的左侧，也就是赚被动收入。那要怎么从左侧过渡到右侧呢？其实就是想办法去创业，再让创业赚到的钱去买入资产。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影片，创业的7大成功法则，可以最大概率的创业成功。那么当你做起来了，也渐渐的建立起团队了之后，这时候公司的事情你就要慢慢的放给你的团队，渐渐的建立起一个没有你也可以自动化运营的团队系统。
这样你就从员工跟自雇人士的象限进入到企业家跟投资家的象限。这里我想说的是，创业不需要很多的资金，创业就是白手起家，就是空手套白狼。今天就是没钱才创业，有钱就直接当投资家去投资就好了。当然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一象限开始的，包含我自己。只是很多人在一象限一待就待了一辈子，而我希望你在一象限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去赚本金，是为了进入到右侧的分母。第四，学校的教育系统，中产阶级教育孩子是依靠传统的学校教育，他们认为学校所教的都是正确的，而且他们会把自己的金钱观传给子女，并教育自己的孩子满足于现状。虽然富人也重视正规教育，但是通常不会把它和创造财富连结在一起。他们教育子女如何致富，并且不受到各种框架所限制，而是通过非常规的思考方式，获得源源不断的创富点子。以前建立学校就是为了统一学生的生存技能，比如做一些技术活啊、工厂的机械操作啦，还有专业的工作等等，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去赚钱。甚至可以说，学校的系统是用来帮富人打工的。你知道吗？每年最稳定、最准时缴税的就是中产阶级，也就是一般的白领。那人民缴的税越多，国家就越有钱，国家自然希望社会能多一点这样的人为国家做贡献了。富人阶层教育子女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相信自己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收获想要的一切，而不要去在乎学历的高低或学校的表现，相信自己拥有能成为富人的所有条件。富人告诉孩子，富有不能让人完美，但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，能够让人生更完整。第五，穷人认为财富是万恶之源，而富人认为贫穷才是万恶之源。很多人在抱怨自己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赚不到钱？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潜意识深处的想法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？财富是万恶之源，甚至有人会说金钱是魔鬼，它会使人变得贪婪。其一些家中的老长辈会从小就这样开始教育小孩，甚至一些电影啊、电视剧啊，也都是这样演的。人有钱了就会变坏，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要知道，意识是会传染的。当我们有这样潜意识存在负面的想法的时候，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限制住我们的行动。而富人并不认为财富是邪恶的，因为他们知道金钱只是一个工具。如果有钱了就会变坏，那也是个人的问题。钱只是一种表现工具，钱可以害人，但也可以帮人。试想想看，这世界上也存在很多的慈善家，他们也要有钱了才能去做慈善，否则如何帮助别人呢？其实财富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安全感，让你不用为生计烦恼，进而解放人的思想，有更多的时间让人不断产生新的想法，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财富。第六，公司的税务优势。一般人的收入都是需要先去缴税的，剩下的钱才能用来支出，而富人会利用公司的优势，将支出算在公司的成本里面。我举个例子，有2个人都是赚200万，中产阶级要先拿出 30% 来缴税，所以他剩下140万可以拿来做日常的支出。那么有公司的人，他们会先去支出，他们可以用公司的名义去买房子、买车子，最后剩下60万再拿去缴那 30% 的税，也就是说他们只需要缴18万块的税。当然富人可以列出更多账目，导致根本不用缴税。那如果没有钱开公司怎么办？其实公司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实体，它可以只是一些符合法律要求的文件，它可以只是一个空壳公司，但富人的财富在这里得到保护。因此现在你就可以了解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了。因为富人会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去保护他们的资产，他们的资产受到了公司税务制度的保护。相反的，没有开过公司的普通人，他们却赚得少，缴得多，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向上流动。所以这就是财务知识的重要性。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会计、投资、市场营销、法律这4个领域的专业知识。最后第7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，为别人提供巨大的价值，那自己就拥有富裕的权利。很多白手起家的富豪一开始也是没什么钱的，但他们本着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去提供价值。他们信奉帮助的人越多，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那自己也就值得拥有这些财富。以上就是富人的7大思维模式，你认为对你影响最大是哪一个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让我们知道哦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。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。